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热度超高5部待播剧，程毅演白发仙君，龚俊演太子，刘学义演和尚。暑假定档的5部待播剧未播先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5部剧吧。No.5 李弘毅、刘学义《少年歌行》。《少年歌行》是由网络作家周木南的原著小说改编而成。小说在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是新式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动漫版开播要先于真人版影视剧，目前已经拥有大批动漫迷。此剧真人版开拍前，遭到部分原著粉反对，担心真人版还原度不够。李弘毅在剧中饰演被人谋害、失去武功的北黎六皇子永安王萧楚河。16岁时，因替自己的皇叔琅琊王求情，被皇帝贬为庶人，从此改名为萧瑟，在偏远之地开了一间名为雪落山庄的破落客栈。原著中的六皇子萧瑟博闻多识，十分聪明，但是性子有些话唠且嘴贱。因为失去武功，阴脉尽断，身体羸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披着一身夸张的裘皮大衣。在未暴露身份前，最骄傲的一件事是，曾在京城的最大赌坊千金台赢下一座城池。从李弘毅的定妆照来看，李弘毅的装扮与动漫版萧瑟还是非常贴近的。而且李弘毅本身五官精致，有一种破碎感，与原著中萧瑟清冷傲娇、隐忍羸弱的气质也十分相似。刘学义在剧中饰演无心和尚，这个角色在原著中十分出彩，是个很邪门的和尚，行为举止也是亦正亦邪。他身上所学武功全是罗刹唐秘术，如心魔引、八方天魔舞、踏浪神通、金钟罩等，为江湖正派人士瞧不起。其实无心和尚的真实身份是魔教教主之子，原名叶安世。上一辈魔教与中原武林有一场大战，魔教战败，5岁的叶安世被忘忧大师收养于寒山寺。因为江湖正派人士担心如今已长大的无心再次危害中原武林，一直想把他杀掉。身为师父的忘忧大师忧心于无心的前途，从而走火入魔去世。无心把自己藏于用来安葬忘忧大师的黄金棺材中，引来江湖各派抢夺，也把萧瑟一行人卷入其中。动漫版无心出来后，收获了漫迷的一致好评。刘学义出演无心，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论是动漫版还是原著里，无心的邪都是一种很吸引人的魅力，真人出演非常考验演技。刘学义的无心定妆照与动漫版还是比较接近的。此前刘学义在《琉璃美人煞》中饰演白帝，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原著故事架构大，全书写的都是少年意气风发、江湖义气，与一群好友出生入死闯荡江湖的热血。虽然这几年武侠剧的热度越来越低迷，但江湖的快意恩仇永远令人向往。真心希望少年歌行大火，重振武侠剧的雄风。No.4 杨紫、程毅沉香如屑。沉香如屑的影视化改编与原著出入颇大，此前因此遭到部分书迷的抵制。第一个重要的改编便是原著中的男一于漠河男二唐周，影视化后地位调换。程毅饰演的唐周在原著中只是个男二，而且原著中女主最后也是跟于墨在一起。原著的设定是于和莲本就是一对，但是影视剧却反着来了。沉香如屑的故事总体分为2大部分，前半部分是讲女主颜淡、于墨与捉妖师唐周的故事，后半部分是讲3人各自的身份归位后，在天界发生的故事。女主颜淡一开始虽然是一只莲花精，被捉妖师唐周捉住，百般戏弄，但是颜淡的真实身份是汉淡仙子，汉淡就是芙蓉的别称。而捉妖师唐周原本的身份是天界的应渊君。作为原著中的男主于墨，在影视化后虽然地位变了，但总体而言还是个温情暖心的人设，与原著出入不大。他始终是妖，是一位山主，对颜淡始终是默默守护，屡次在颜淡遇难时挺身而出。影视化的改编始终是为剧情服务，
也是为了制造更大的冲突。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原著来拍，但改编也有好处，就是制造更多的悬念。沉香如屑的预告片目前已经放出，剧中程毅的白发造型非常仙，非常有氛围感。剧情主线也由原本的温馨甜宠改成了深情虐恋。这是程毅自《琉璃美人煞》爆火之后接拍的第2部仙侠剧。这2年仙侠剧的竞争十分火热，很多演员都是通过仙侠剧走上事业巅峰。对于程毅在《沉香如屑》中的表现，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其实《沉香如屑》从筹备到开拍还经历过一次换角风波。女主角人选一开始是刚拍完司藤再度翻红的景甜，当时连定妆照都拍了，后来景甜不知因何拒演了，制片方只好重新选女主角，传出剧方想找白鹿顶替，结果白鹿也拒演，此事闹得纷纷扬扬，导致《沉香如屑》剧组差点拆摄影棚弃剧。杨紫这一次接下《沉香如屑》，实实在在是救场来了。因为《沉香如屑》是欢瑞世纪的剧，而杨紫正是签约的欢瑞世纪公司。杨紫入行多年，演技不必说是在线的。这一次预告片播出后，网友最在意的一个点是，此次杨紫在《沉香如屑》中的造型与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造型过于相似，让人有些串戏。不过，最终还是要待剧播出后才能看到整体如何了。No.3 龚俊，迪丽热巴《安乐传》。龚俊自《山河令》播出后，凭借着温客行一角迅速走红，咖位和资源明显上升了不止一个度。此次与当红小花迪丽热巴合作拍摄《安乐传》也备受关注。《安乐传》也是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原著名为《帝皇书》，主要讲的是晋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与当朝太子韩烨之间的爱情故事。任安乐的真实身份是开国元勋的后人弟子元。迪丽热巴此次饰演的任安乐是一个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奇女子，虽然因为家族没落而游荡民间，但仍要尽自己一己之力为家族洗刷冤屈，后来还成为了太子韩烨的幕僚，协助太子查案，助太子出征平定四方。龚俊在剧中的装扮十分亮眼，有一股温润如玉的气质。而且他以前是当模特的，在仪态上是真的无法挑剔。他本人身高186厘米，穿古装完全撑得住造型。从剧透看，他与迪丽热巴还是非常有 CP 感的。这2年迪丽热巴接拍的剧多为古装剧，前有与高伟光合作的《三生三世枕上书》，后有与吴磊合作的《长歌行》，最近刚播的《与君初相识》则是与任嘉伦合作。他这一次在《安乐传》中有数套红衣造型，不过正是因为他接连拍摄了几部古装剧中都以红衣造型出现，有不少网友觉得他在《安乐传》的造型不出彩，像是复制粘贴。No.2 陈晓，王一博《冰与火》。王一博自《陈情令》后与赵丽颖合作拍摄《有匪》，不过这部剧播出后反响平平，很多网友对他的演技并不认可。此次他与陈晓合作拍摄的《冰与火》是一部刑侦剧，大部分网友也是持观望态度。陈晓作为大家公认的古装美男，颜值自然不必说。现在他与刘亦菲演的《梦华录》正在热播。自与陈妍希结婚后，陈晓的作品锐减，此次《梦华录》热播，也让陈晓再一次红了一把，观众对于《冰与火》的期待也更高。不过陈晓在《冰与火》中的造型与他以前翩翩公子的装扮相去甚远。这一次他饰演的吴振峰是一个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大叔，而王一博年纪小，在造型上更偏向于奶油小生。这一次2位顶流男星双合作，还有王劲松等老戏骨的加持，但碍于这部剧的题材比较小众，因此预告片释出后热度不是特别高。另一个原因是，这部剧是双男主，主要围绕2位男主的故事展开，女性角色的戏份不是特别多，没有什么情感线，这也是预告片出来后网友讨论度不高的原因。No.1 赵丽颖、罗晋幸福到万家。幸福到万家早在1年前就已经拍摄完毕了，
此前传说该剧将会在央视上星播出，但后来又改了，将会下放到2家卫视播出，但至今没有消息。被放了几回鸽子后，最近优酷方传来准确消息，该剧将于暑假档在优酷播出。幸福到万家是一部小众题材的剧，主要讲村姑和幸福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脱贫的故事。这也是赵丽颖与郑晓龙导演时隔多年后的第一次合作。此前2人在《金婚》中认识，那时赵丽颖还是个跑龙套的小配角，而郑晓龙已经是知名导演了。《金婚》赵丽颖这部剧也是赵丽颖的转型之作，虽然题材小众，但是故事却围绕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展开，讲了当下社会民众最关注的脱贫话题，反映的是民生。与赵丽颖此前拍过的古偶剧和现代偶像剧不同，这部剧对于赵丽颖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越是现实生活的情节，越是讲究真实。此前网络上对于这部剧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讨论度最高的是赵丽颖能不能演好何幸福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剧中的大部分主演并非当红小生，罗晋在里面也只是客串而已。赵丽颖是独挑大梁。虽说这部剧几次放了网友鸽子，但郑晓龙导演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前他执导的作品《甄嬛传》《红高粱》《金婚》大多爆火。此前郑晓龙接受采访时表示，《幸福到万家》之所以没在央视播出，是因为之前就已经与地方台签约。从预告片来看，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人。好物沉瓮底，好剧不怕藏得深，相信有郑晓龙导演的把关，《幸福到万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5部待播剧，你最期待哪一部呢？